来温哥华不知道晚上可以做什么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拍一集夜生活的影片。好好吃啊！厉害！我们现在来到了北美最大的夜市 Richmond Night Market， 它这边呢是要入场券的，没错，夜市要入场券，真的慌不慌的？一个人其实是8块半，但是7岁以下的小朋友不用钱，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也不用钱，是免费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可以买这边的 Zoom Pass， 40块钱，但是有5次的入场机会，比你单次买稍微便宜一点。如果买那个 Room Pass 就是1人8块。对，就会稍微省一点。这5次入场机会呢，是可以跟亲朋好友一起share共用的。哎，我想请问一下，那多少钱？你买那个 Zoom Pass 的话，40块，我刚刚讲了，就40块哦。你状况外哦。他没有在听。重点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快速通关的一条线，所以我们现在去快速通关那边去排队，去 Zoom Pass 那边走。我们今天在夜市里面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尝试网站上面说必吃的，好像已经可以进去了。通常在接近夏天的时候，这个夜市才会开。今年开的比较早，它好像4月底就开了。4月底就开了。对，开到10月底吧。里面也有110个食物摊位，然后呢有超过6000种的异国创意料理，就总共加起来了。听主办单位说是这样，120个商品的摊位。那这还不包括游戏，还有一些游戏摊位。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好。今年是龙年，所以你看摆出了一个龙啊，龙的标志，龙的吉祥物。哎，我们那个票呢？哎，我的票不见了，我的票，哎，票，没有啦，票在这。一进来就已经这么多人了，我们先去找食物的摊位。对，小朋友饿了。一个礼拜的5、6日才有。对，不像台湾是每天都有。选择太多了。这家 Kimchi Roll 感觉也是不错，今年新开的。也是就 first here. Yeah. What's in there? Kimchi? Kimchi and cabbage, and we wrap it with the bacon and the grill. 好，这个是加拿大硬币形状的一种 pancake 吗 ？cheese 的 pancake。我看到里面包 cheese。2个得到了，我们这个是一个是 mozzarella cheese 的，一个是什么披萨是不是？我先吃好不好？小孩子已经在虎视眈眈了。先试吃 mozzarella 的，你看这个好可爱哦，1元硬币啊，我们的那是伊丽莎白女皇，对，他们可能需要update一下，现在是国王啊。哎，它这个是什么？小狗哎，小狗哎，它有煎丝哎，啊，好烫啊！这我觉得还好，这披萨哦，先吃，这才是为什么披萨的反而cheese比较多？对啊，哎，这有披萨味道，这cheese比较多啊，那个mozzarella cheese没什么。啊，有啦。哦，所以它cheese在里面，我没吃到啊。对啊。有看到流动吗？快拿。有一点啊。出来了。小孩子饿了要分食。这拔丝的哦，这拔丝的，好长的。你们觉得味道如何？它其实好吃哎。好吃哦，我刚刚没有真的吃到啊。烤的还蛮酥的，其实真的好吃，口味我觉得还不错。披萨的好像稍微好吃，对，它里面就是层次比较多啦。对，层次比较多。因为我们刚刚那个1元硬币的饼多少钱一个？13跟15块，对，28块，2个小小的饼，没错。贵爆。OK， 现在等下一个，下来是下一个，对，这个是给小朋友们买的，叫做 Chicken Lollipop。看是不是很可爱啊？为什么叫 Chicken Lollipop？ 就长得很像棒棒糖啊！它有不同的口味，我们点的是 Honey Garlic， 给小朋友们吃的 Honey Garlic。哦，好嫩哦，很 juicy， 对，很 juicy， 来，很不错，很不错啊！有没有像在吃棒棒糖的感觉？拿着一个圆圆的，对小朋友来说有点辣，所以 Garlic 有辣哦。它的外皮那个酱。所以它现在很辣，我就来买喝的。有辣吗？真的假的？Honey Garlic 有辣，还是他们给错料了？但它肉是挺嫩的吧？这还蛮嫩的，讲真的。对，这一份是2块，然后12块钱，也是贵啊。哦，真的12块，一个12块。有一个小的熊是10块，那我就选大的啦。好了，这个还可以收集啦。对，还顺便还有一个荧光棒给你。小朋友觉得太辣了，所以去买一下饮料。
我要来讲古了，妈妈要来讲古了。就说夜市是台湾流传的，但其实 Richmond Night Market 是当初是一个香港人创始出来的。因为当时那个创办人啊，觉得温哥华好山好水好无聊，他就觉得没有像亚洲一样，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就大家出来聚餐什么的，就想要把这个文化带到温哥华。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广场，你还记得吗？一开始是在那个一个小广场，他办摊位并不多。23年前的时候，当时只有65个摊位，他还特地去买了那个叫什么帐篷啊，那个遮棚，就挡雨这样，因为他是当时是在室外。刚创办的时候啊，还不被市政府当一回事，因为可能他们还对这个文化不了解，所以当时他们就会觉得哈。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人卖鱼跟卖蔬菜吗？就是有卖烤鱼啊，然后蔬菜啊，还说不需要商业执照。之后就要生气了，因为之后他就开始成功啦，然后就引起注意了。对他们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成功了嘛，口耳相传，然后就越办越大。但是后来因为被市政府注意到了，就开始有一些疑问，卫生部就开始质疑这边的卫生问题，交通部呢也会开始关切交通的问题。因为大家车子都开始停进来了嘛，还有像消防局啊，就会担心说，哦，你那个延长线那么多，会不会有那样火灾的问题？反正之后就开始被关切。你还记不记得夜市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入场费的？没有啊，没有啊。我记得我当初被收入场费好像还3块，还5块。没有，你后来去的，后来他开始收入场费，现在更贵啊。一开始是在小的什么商场。停车场举办，所以那个时候都不需要。然后后来他开始在 IKEA 的附近办，然后开始就收2块钱、3块钱。再后来他就搬到那个 River Rock Casino， 就是赌场旁边。然后因为开始有那个捷运了嘛，现在这个也是赌场附近，可是就那个位置更大，好处就是他停车的地方免费，在天车旁边。它是哪个站下 ？Great House， 对。对啊，你可以坐 SkyTrain， 你也可以开车过来。但是现在要入场费8块半，食物已经那么贵了，真的是一个钱坑啊。它可能是用来清洁费之类的，我在想，因为使用者消费嘛，会请一些清洁人员来帮忙整理环境啊什么的。香港那个排档不是都会有那个摆桌子、摆椅子？对。台湾的夜市应该是没有的。比较少，通常都店内比较多，户外就真的比较少一点。以前还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摊位，那后来开始渐渐有。以前传统夜市游戏像捞金鱼，后来开始有什么弹跳床，开始五花八门，蛮多元化。重点是还有表演的舞台，所以它每年现在可以开始吸引上百万个游客，已经开始算是一种温哥华新兴的一种观光景点。都美国游客来，因为我们刚刚在停车场看到好多华盛顿来的车子，对啊，都可能慕名而来。就算卖的东西真的是贵到爆，还是一堆人来啦，一年比一年成功。看看有什么一些新的美食，看看人山人海嘛，对不对？来凑个热闹也好。这一家也是今年重点必吃项目。你看它这个 Flying Noodle， 我刚刚看到就人手一杯这样拿，但听说味道不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点的是另外一个拉面 Noodle， 里面是包拉面的，所以它长得很像 donut 的形状，又是一种创意料理。有一点趣事，我咬下去第一口有那个印度泡面的那个印尼泡面，讲错，印尼泡面，外面这样炸的，酥脆的，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很特别。那上面这个酱是辣的 ，spicy 没有之类的吧？辣的美乃滋。对，小朋友还蛮爱吃啊，不错啊。没有，还是一样辣。小朋友爱吃啊。他们刚刚吃的就是辣啊。这多少钱？10块。还可以啊。以后了，我们的看花妹，来大口。它外皮蛮酥脆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口感还不错。我第一口还没吃完，是为我。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对啊，没下雨就出来玩一下。后面这个新疆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来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对他们那个羊肉的肉夹馍啊，就是印象非常深刻。这一次来做这一集呢，也想特地介绍给大家。你们在这里已经多少年了？哎呀，15年了，15年了，在这个夜市，老字号，真的老字号。看看有多少人排队，多少人都在等这个肉夹馍。一方也来这里啦，刚刚站累了，现在找地方来坐。这是那个 sushi hot dog 的，这是炸虾的口味，对，它外面好像是用饭做成的，对，就很像 hot dog 啦，长长一条，比热狗、比汉堡的概念。从何下手？怎么吃啊？看一下，它这是米做的，好吃哎，里面有海苔，它又有一点辣。我们每一道点的都是有辣。
他们喜欢用那个辣酱来提味一下。它里面还有酪梨哎，我看到有酪梨，其实还不错哎，其实它料还蛮丰富，还有小黄瓜。这个多少钱？18块。上面那是明太子卵吗？有一个明太子卵，我尝一小口嘛。可以啊，你吃。豆豆哎，绿色豆豆。啊，毛豆。哎，它这个料真的很多，有黄瓜、明太子、炸虾，然后有一点什么生菜、酪梨。对，你觉得那个？其实吃好，来过来。你先吃这个。你黄瓜有黄瓜，你要不要吃黄瓜？你要黄瓜？黄瓜啦！妹妹已经等不及要这个，这是肉夹馍，一个是羊肉的，羊肉是它最出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有点创意，这是鸭肉的，它一个是8块。那如果4个一起买的话，就会比较便宜。4个一起买好像26块，所以其实省很多。羊肉的，来坐过来，那你吃，这可能有一点辣哦，你试试看。哎呀，我的天 ！You like it？ 哦，真的很好吃，羊肉不腻，它的孜然粉味道就是很入味，外面这个皮也烤的就是脆脆的，这口感很好，加了一点香菜，好好吃啊！再来试试看鸭肉的。很好吃，有甜甜的甜味，然后有这个生菜，脆脆的，哇！还是不够，我们还是要再多买，真的很好吃，新疆老赞。小朋友都不吃，所以我们大人吃这个。它其实让我想到之前曾经有红过一时的那个米饭的汉堡。对啊，像那个摩斯汉堡，它就有出米汉堡。所以它现在这个热狗的方式也是用米汉堡的那种概念，至少不是说一直吃着面包。很多的摊位都是在走创意料理，这是它的特色。它不会就是只走传统的，也是有看到一些传统，是有啦，但很多是这种创意料理，就很有趣，但也很贵了，18块哦。耶，来了，好，大家吃了。好咸，你觉得咸？我觉得刚刚挺甜的，还不错啊，耳目一新的感觉。OK 啦。其实它里面蛮多蔬菜的，有洋葱啊，跟一些肉啊，有肉啊，对，还有香菜，口味不会比较重。沙拉应该就是 coleslaw， 光鸭肉就可能2片3片，我觉得是有点少啊。小朋友喜欢吃肉啊，菜就直接父母来吃。今年的跳跳床还是龙年造型的哦。还要套上呢。Have fun！ 这家 Night Market 的特色呢，因为是在温哥华，可以一次尝试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料理，卖的东西非常的国际化，有的吃，有的玩，也有的逛。今年是从4月26号开到10月14号，长达半年，还蛮久的。目前是从晚上7点开到11、12点，接近夏天的时候就是从6点到午夜。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属于北美人的夜市风格跟小吃。虽然你的荷包可能需要就是肥一点。真的，再过来，这边这消费比外面啦，去餐厅一份的主食还要贵一点点。我觉得贵很多了，为什么贵一点点了？没有，现在外面可能一个便当也要15块嘞。所以我们这样刚刚吃，所有的花费是多少？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吃的特别饱哦，所以总共155块，就是在吃跟喝的消费，比我想象中的还可以，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吃一点点啊，尝鲜啦。因为我预计会要花到200块以上啊。你说光吃跟喝而已吗？游戏包含吗？哦，我们还是要玩游戏哈。对，155块，3个大人，4个小孩，没有说到特别饱。如果你想要稍微省一点钱的话，来这里之前可以先稍微吃一点，就你不要那么饿。看大家是先这里要来这边吃饱，还是就吃巧？啊，对不对？而且是吃一些外面吃不到的，你可能就每一次来的时候就吃一两种。因为可能有一些是餐车嘛，餐车我们平常也不会特别去吃，除非这有一个节，特别是餐车节或干嘛。尤其你有 Zoom Pass 的话，之后就可以再回来，然后再尝试不同的之前没吃到的。因为说真的，它摊位真的蛮多，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吃到。荷包今天非常的瘦。就目前我们吃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家的？我觉得第一家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甜点啊，就是第一家是什么？cheese 的一个烧，哦，你说1元硬币吗？对，因为铜板美食，一点都不铜板。对，我觉得它口味还蛮好的，还不错啦。我可能没有真的吃到很多的 cheese 啦，然后后来都被小朋友瓜分掉，所以那个是我印象中最差的。我觉得它可以偏甜点，它如果里面包像那种车轮饼那种红豆馅啊，应该会还不错的。拉面的那个面是没有太有味道，它主要是靠它上面那个辣酱跟那个 cheese， 然后跟脆脆的，
上，我觉得没有太特别啦，造型会觉得有噱头。对，那就是噱头。虽然说我尝试了这么多不同的创意料理，但我可能最喜欢吃的还是那个肉夹馍。你创意归创意啦，是很好玩的一种体验。可是如果说到真正的好吃啊、流口水啊什么，我觉得还是肉夹馍，就是那个不是火鸡山，那叫什么煎券哦，新疆佬来这里真的是必吃，人家5星级大厨开了15年。其实除了我们今天吃的这些，还有很多很值得可以尝试的。像之前有吃过 taco。OK， 带小朋友就是这样，意外很多啊。哦，这里好多游戏的摊位啊。下好离手。All right, 1, 2, 3, let go. All right, let's see. 1, 2. Oh, right here. Come on, try again. All right, so you just have to. All right, wish me luck. 1, 2. Do you want to give it a try? All right. That's 9.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Yay! 哇，很快啊！小朋友吵着要吃甜点，所以现在来买他们这个，听说也是必吃的可丽饼。Thank you。好软哦。有破洞的感觉吗？有，玻璃晶片碎掉的感觉。我觉得它上面不够焦。不是吗，姐姐？呀，等一下，好甜啊！这个花了13块。那这集的温哥华夜市之旅就现在就结束了。那 YouTube 会觉得你会喜欢这一集，所以别犹豫，继续点下去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